近些年，韩国餐馆越来越少，炸鸡店和烤肉店接二连三换成了麻辣烫、火锅和中式小酒馆。据统计，北京韩餐行业销售额锐减30%，严重地区骤减70%，而全国的韩料店也接二连三的倒闭关门。曾经风靡全球的韩料，在中国正在退去热潮。对于此现象，有人认为韩国料理是偷来的饮食文化，溃败是早晚的事情。那么韩国料理真的是偷来的文化吗？它为何曾经能输出到全球，现在又为何走向衰落呢？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四季分明，气候和土壤适合发展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种植，随后逐渐普及了水稻种植，因此稻米饭成为韩国主要的饮食。此外，韩国还有副食，主要是汤、酱汤、泡菜、酱类等发酵食品以及海藻、鱼类等海产品做成的食物。这种饮食习惯与我国南方地区居民的饮食特点颇为相似，甚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国古代的《诗经》里出现了一种名为租的食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酸菜，而韩国现在吃的泡菜正是三国时期从中国传入的酸菜。现如今，泡菜早已经是韩国的第一美食，可以说韩国人吃饭顿顿都离不开泡菜。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把味道分为五，称之为五味，把谷物等农作物分为五，称之为五谷等，并且传统医学以燥、焦、香、辛、腐五气为阳，以甘、酸、辛、苦、咸五味为阴，而药材与食物都源于五气，有着五味。平时食入腹中，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做到阴阳调和，遵循了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所以韩国的饮食中所呈现的五方色，即红、黄、绿、黑、白，象征方位。此外，这五色也象征着五味，即酸、甜、苦、辣、咸。五色与五味透过菜肴的准备处于同一空间，达到彼此调和的效果。可以说，韩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深受中国的文化影响的，像是韩国人喜欢吃的饺子、年糕等食物，也都是从中国传入到朝鲜半岛的。除此之外，在20世纪后，韩国料理也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影响。在过去的韩国料理中是没有油炸的这个烹饪手法的，最早是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时候才传入朝鲜。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又受美国的快餐影响，才有了韩式炸鸡。与此同时，午餐肉这种工业化的肉食也伴随着美军来到韩国。在当时缺乏蛋白质摄入的韩国居民看来，午餐肉成为最顶级的美食，还是富人才吃得起的奢侈品。美军常驻韩国后，午餐肉进入到了韩国料理的食谱内。相对贫困的韩国人就从垃圾桶内将美军吃剩下的午餐肉找出来，与泡菜、泡面一起放进锅里煮，就成了现在的部队锅。值得一提的是，泡面也是当初日本殖民朝鲜半岛的时候传入韩国的，因此从各个方面看来，韩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就是拿来主义，根本没有太多自己土生土长的发明创造。韩国料理只是将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换个名字就成了自己的东西。可就是这样靠偷来的韩国料理，韩国竟然能把它当做一种文化输出，传送到了全世界，也曾在中国红极一时。把韩料推向全世界的正是韩流。韩流顾名思义就是韩国的流行文化，包括韩国的音乐、电影、电视剧等娱乐事物的影响，后来也将韩服和韩料放在其范畴。2000年，韩剧《蓝色生死恋》横空出世，立即在中国引起了轰动。这是一部爱情剧，如今我们经常吐槽的韩剧烂梗、抱错孩子、绝症、车祸，可以说都是从这部剧开始的。自此，韩剧逐渐取代了日剧，成为中国观众最喜爱的引进剧。可以说，韩国从电视剧、音乐、电影各个方面一度占据了那些年中国年轻观众的市场。随着韩流在中国的兴起，韩剧中的韩国料理以及韩国明星代言的食品都成为了一种时尚。中国观众在剧中第一次看到了韩国泡菜、韩式烤肉、韩式拌饭等美食。韩国料理店铺也在这一段时间在中国如同雨后春笋般络绎不绝地开了起来。真正把韩国美食推向顶点的是韩剧《大长今》，该剧一经播出，立马在亚洲地区掀起了收视狂潮。在2003年至2004年一直保持了韩剧收视率第一，高达 40% 以上，最高有 60% 的收视率。剧情以女性的视角展开宫斗，在演员精湛的演技和紧张刺激的剧情下，韩国宫廷文化与美食文化被更多的人所了解。韩国宫廷美食鲍鱼内脏粥、牛肉烤松茸、蒸醉虾等等都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刺激着观众的味蕾。中国各地的韩餐厅也纷纷推出了剧中出现过的竹笋菜、牛肉蘑菇串、烤煎炒馒头等菜式，堪称一场热潮。可以说，韩国利用这股韩流，把韩国美食的营销做到了极致。韩国料理能够成为韩流中的一部分，风靡中国，这与韩国本身对美食文化的重视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在《蓝色生死恋》成为韩流先行军的那年，韩国的文化财保护法修订版出台，第一次将韩国传统美食作为一种文化财产纳入法律保护。当时的韩国刚刚经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韩币遭到贬值，
为了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当即决定大力发展其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其中食物就成了韩国文化最好的载体之一。辛拉面就是韩国政府积极推动食品行业的最大获益者之一。辛拉面叫拉面，但实际上就是泡面。前面提到过，泡面是日本传到韩国的。朝鲜战争后，韩国粮食紧缺，韩政府就大力鼓励人们购买泡面，几年之间销量从240万袋猛涨到1500万袋，这也奠定了韩国泡面大国的基础。1986年，韩国农信公司推出了一款韩国人自己研发的泡面辛拉面，这个名字是根据该公司老板辛春浩的姓氏来命名的。辛拉面的问世恰巧赶上了韩国的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辛春浩抓住时机，成为了汉城奥运会的赞助商。韩国政府为了振奋民心，也借这2次大型运动会之机，不计成本地向世界推广韩国美食。辛拉面也凭借这股东风，成了享誉世界的韩国料理。辛拉面销售额随即1年增长6倍，又有法律做保障，顺理成章成为了韩式泡面的代表。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人的就业压力非常大。正好1992年，韩国与中国正式建交，中国经济却在金融危机后表现坚挺。面对这个市场巨大的邻居，韩国政府开始鼓励韩国人大量到华留学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8年。据统计，韩国在2015年对华食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18.2%， 其中方便面、果汁饮料、海苔、饼干都榜上有名，泡菜则以 531.3% 的增幅成为加工食品之冠。美团点评在2019亚洲美食消费趋势报告中统计到，2018年美团整年共收录12万家以上的亚洲餐厅，其中韩餐约占 36%， 位列第2。韩料在中国的火热程度可见一斑。可是如此火热的韩料为何会在近几年突然就失去了热度呢？首先是萨德事件的影响。萨德是美国提供给韩国的反导弹系统，韩国不顾中韩两国建交之情和我国的反对，执迷不悟地将萨德部署在了乐天集团的新州高尔夫球场，这严重危害了两国的情谊，造成我国爱国群众围堵乐天超市事件随后陆续关门。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各种不良反应，我国百姓自发抵制韩货，也使得韩国餐饮行业遭受到重创，大量韩国料理店倒闭。其次是韩流热潮退去，韩料的兴起是伴随韩流而来的，当时因为中国内地的娱乐事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给了韩流的机会。现在中国内地的影视音乐都处在蓬勃发展阶段，中国国力的提升让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不再盲目的崇拜日韩文化，所以中国市场已经被国产作品占据。而且再加上萨德事件的影响，我国也推出了限韩令，限制韩国明星在中国国内的演唱会、影视剧拍摄、综艺节目以及各类广告代言活动，这也使得韩流在中国失去了市场。再者就是国内影视行业的竞争太大，中国本身就是美食大国，我们国家几千年的传统美食文化更是千变万化，仅仅一种面食就有数以千计的种类，更不要提各种菜系以及各地数不清的小吃。除了韩料之外，西餐、泰国菜以及日本料理在中国国内也非常受欢迎，尤其是日料。日料与韩料一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口味与外观上也比较接近中国传统美食，成为了韩料最大竞争者。前面所讲的美团报告中，韩料店只在第2名，第1名正是日料店。这些相对于中国消费者来说，选择的可能性太多，为什么一定要选韩料呢？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韩料真的不那么好吃。无论是泡菜、烤肉、拌饭、炒年糕等的韩料，这些本就是从中国传到韩国的，儿子做出来的能比老子做的更好吃吗？前些年因为韩料是时尚，所以吸引人，现如今大家吃多了韩料，觉得也就那么回事了，远远比不上我们自己的火锅、烧烤和各种菜肴。而且韩国料理形式过于单一，无论是韩式烤肉、韩式炸酱面还是韩式泡菜，来来回回都是甜辣口，可谓是万变不离其宗。就连吃个韩式火锅都是泡菜锅底，不要说和我国的美食比了，即使是与日料比都显得无力。像是辛拉面再好吃，它归根到底也就只是泡面，泡面再好吃又能好吃到哪里去呢？而且中国的泡面种类繁多，完全可以取代辛拉面。虽说如此，韩国料理在中国依然占据着较大的份额，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可能短时间就消失。美团大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的国庆黄金周，韩国料理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36.2%， 仅次于东南亚菜的增速。所以韩料想要在中国重新回到往日的辉煌，除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外，自身的创新也是很重要的。仅靠偷来的美食是走不长远的。我们在提升自身国力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输出，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不会被别人偷走，才能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在印度有一个自称为龙的传人，并且逢年过节还包饺子、吃粽子的民族，那就是命运多舛，一直不愿成为阿三的库基族。这是偶然间看到的消息。
仔细研究后发现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虽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但确实是和咱们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得搞清楚这库基族到底是怎样的。简单来说，他们是住在印度东北部和缅甸边境山区的山地部落族群。看他们长相，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跟咱们东亚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跟印度人完全不是一个画风。他们人口还不少，不同来源统计差异较大，有说3万的，有说250万的，还有说500万的，甚至还有说3000万的，估计是把整个地区长相类似的都算进去了。说起库基族和印度的关系，那就很复杂了，属于那种谁也看不上谁的剧情。这事儿还得从搅屎棍英国殖民时期说起，那时候英国人大手一挥，就把库基族的地盘划进了印度版图。库基族心里能乐意吗？自己的地盘说划走就划走，而且还把他们的传统货币给废了，汉语教育也给劲儿了，还强制传教，强行推广英语、印地语，甚至还想改变他们的信仰，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嘛。等印度独立了，库基族以为能熬出头了，结果呢，印度政府继续搞同化政策，强制推行印地语教育。库基族一听，这不就是换汤不换药吗？还推行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库基族一听就炸毛了，我们信佛教，信自然崇拜，还过春节、端午节，甚至连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跟你们印度教那套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不明摆着是想把我们变成印度阿三吗？门儿都没有。所以库基族人基本不允许和印度人通婚，库基族不乐意被同化，那当然要反抗啦。结果呢，印度政府直接给他们所在的曼尼普尔邦扣上一个骚乱地区的帽子，动不动就派兵镇压。库基族对印度文化那叫一个不屑，他们压根儿就不认同印度教那一套，也对种姓制度嗤之以鼻。在他们眼里，印度文化就是外面强加给他们的殖民遗产，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所以你让他们学印地语，对不起，没兴趣，他们更喜欢学汉文化、藏文化。库基族不仅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是藏缅语族，竟然还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他们日常交流中，藏缅语和汉语混着用，甚至还特意学习中文书籍，甚至有库基族直接把印度政府发的印度书籍给烧了。库基族的生活习俗简直就是中华文化复制粘贴，他们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跟咱们一样吃饺子、包粽子，甚至连衣服上都有龙纹图案。你说这文化基因有多强大？而且他们还非常排斥跟印度人通婚，就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和文化独立性。这简直就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贯彻到底了。库基族在印度那日子过得可不咋地，印度政府一直想同化他们，还忽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土地权益，导致他们长期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想想长期被印度政府压迫，还被污蔑成顽固不化的民族，库基族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这种历史创伤只会让他们更加敌视印度统治，更加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文化。库基族也曾经尝试过武装起义，想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库基兰，但可惜实力悬殊太大，被印度政府死死地压制了。印度还切断了经济援助，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库基族的故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反抗史，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拒绝被同化，捍卫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也反映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那些边缘民族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诉求上的挣扎。想想看，当一个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如此之低，甚至一心想认祖归宗到另一个国家，这背后究竟是多么心酸的历程。